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认知 AI 小宇宙的第2期内容。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最底下的技术底座，包含数据啊、模型啊、训练呢，以及向量化机制。那么在这些东西的共同协作之下，让计算机终于有了可以感知我们人类世界的桥梁。但是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其实能接触到的更多的还是形形色色的模型产品。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使用起来确实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是吧？但是很快的，我们也发现这些模型身上会带有很多的局限。那么我个人呢，尝试去总结了4条，受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前3条。那么当然了，这些初代的模型的局限，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技术的迭代都已经给解决了。但是我认为，比这些所谓的局限更有价值的是这些新的机制所呈现出来的潜力和未来的可能性。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去探讨的最主要的一个角度。OK， 我们现在开始。那么第一个局限呢，其实我把它归结为叫做数据的局限。那么当然你可以把它引申为2个细分的维度。第一个就叫做数据的时效性的局限，第二个叫做数据视野的局限。上一期我们其实也讲到了，就是在训练的环节当中，它的整个周期特别像炼丹烧瓷器，是吧？有很强的周期性。那也就意味着说，训练模型的时候，它数据一定是有一个截止日期的。那么在这个截止日期之后发生的事儿，大模型肯定是不知道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当时没有被囊括在这个训练数据里的知识，或者我把它叫做视野之外的知识啊，那这个模型肯定也是不知道的，啊。所以你比如说前2天我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问这个 GPT， 我说，赵欣彤是什么时候拿到了这个世锦赛的冠军？但是因为这个 GPT 的训练的截止数据是去年，而赵欣彤是今年拿的冠军。所以说他不知道这个数据，给我一通胡说八道，是吧？这就是典型的我刚才讲到的数据的时效性的局限。那么另外一个也是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个亲身体验，就是很多年以前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玩一个特别小众的游戏。所以那天我突发奇想，我说能不能问一下 GPT 关于这个游戏它有什么攻略可以推荐给我？结果呢，想也不用想，是吧？这么小众的游戏肯定不在 GPT 的训练范围之内，所以它也是胡说八道的。所以刚才我这2个自己的这个亲身案例就良好的说明了所谓的数据的这个时效性和数据的视野这两个局限的概念。那么当然稍微对于 AI 有所了解的朋友们肯定也都知道，去解决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限制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就叫做 RAG， 或者很多人把它叫做 RAG， 对吧？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中文叫做检索增强。那么当然它还有很多的衍生概念和机制，在这里边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啊。但是核心的其实它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这2个问题。所以后来在同样的问题下，我问 GPT， 我说你用 RAG 的这个机制再回答我一次，赵欣彤什么时候拿的世界冠军啊？他就立刻说啊，其实是今年的5月份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那这次就对了。那么相对于时效性来说，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通过 RAG 来补充大模型的知识盲区，可能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会更大。你比如说目前我现在正在跟小伙伴们做的一个工程浩大的项目，就是尝试把过去10几年我做视频的脚本做这种结构化的处理，因为这些都属于我个人的数据，也不在大模型的训练范围之内。那么通过这个 RAG 的机制，把它和大模型连接在一起，就可以生成一个对我个人更具意义的相对个性化的一个数据库。那么问答的结果自然也会更加的贴合我的需求。比如说哪天我想写科技相对论，我突然想到，好像某一期有什么观点，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不用一期一期的找视频，对吧？我直接可以通过问答的形式，让模型检索我的这个过去视频的脚本，给我生成我想要的答案。好，那么如果把刚才的这个机制，我们把 RAG 从现象当中抽离出来，我们尝试去提炼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应该说它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和信息的补充机制。那么第2个特征就是它特别擅长去抓取的其实是非结构化的以及这个非格式化的这些数据，而且所有的这些抓取的动作全部都是实时发生的。同时呢，还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信息和结果去用于实时的生成。所以当我们把这些底层的机制去想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单纯是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诞生，就已经能够在用户体验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进步。你比如说当我去问我说 AI 记得提醒我
去机场接人啊。那么如果在过去，可能语音助手只能告诉你说，好的，你的提醒已经被记录或者已经被激活。但是当有了 RAG 机制的时候，它就可以实时的检测到或者是获取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比如发现原来去机场的主干道路临时封路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特别临时的，而且是一个非结构化的信息，但是对于你去机场接人这个动作就极为有意义。那么它再给你生成的答案很有可能就是提醒你是不是应该要提前出门。那相对于以前的这种脚本式的，对吧？这种语音助手来讲，应该讲它的能力和智慧程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么在产业互联网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应用啊，比如说特别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客服，是吧？比如说一个消费者给客服做起打电话，咨询了一个非常冷门的产品到底该如何使用。这个时候，客服人员电脑里面或者他的系统里面，如果并没有这个产品的相关数据，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这个 RAG 机制，直接去到公司后台的这个所谓的说明书的大的数据库当中去检索这个冷门产品，并且找到这个相关信息了之后，迅速生成一个非常友好的，对于用户来讲非常有价值的回答内容。其实据我了解呢，现在很多的品牌、很多公司都已经在尝试使用这样的机制了，甚至可能比这个还要更加先进一些啊。所以说，确实 AI 在很多行业当中带来的改变已经正在发生。那么当然了，可能有小伙伴会问啊，说那它是从外部获取数据去补充模型，那么跟我们平时用到的这个 API 去做这个函数的调用叫 function call 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和 MCP 的 function call 又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在下一期的内容当中会重点的谈到。好，总而言之 ，RAG 就是对一系列的模型通过外部的知识来去补充时效和知识视野的问题。那么大家只要记住这个结果，在今天我们这个视频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第二个局限呢，我把它总结为叫做记忆的局限。我们可以尝试带入一个场景啊，假设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记忆能力的这个大语言模型，那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比如说我问他谁建立了大明朝啊，那这个大模型可以回答朱元璋。如果你又问他的原名叫什么，那完蛋了，那个大模型就蒙圈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假设它现在没有记忆，所以它根本无法判断出来你讲的这个他的实际上指的是谁，指的是朱元璋。那么如果你要想还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只能把他的全名输一遍，说朱元璋的原名叫什么，他才能回答你叫朱重八。但是你这样做的方式，对于这个大模型来讲，两个问题之间其实是完全没有关联、相互独立的两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在这样的机制之下去跟大语言模型形成一个连贯的、深度的交流和互动。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能叫它是 AI， 对吗？可能看起来这种交互方式更像是搜索引擎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去拓展一下了。假设这个时候它的记忆稍微长了一点，它能记住20个字，它有20个字的脑容量，对吧？那可能大概约等于20个 token， 差不多是这么一个范围。那么刚好好像它就能记住这两个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再问说它的原名叫什么，那么它就可以回答你哦，原来你问的是朱元璋的原名，那就告诉你朱重八。哎，你看这个体验是不是一下子就升级了呢？那么这20个字的这个空间，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模型的上下文窗口啊。这20个字就叫做上下文窗口。那么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其实就是给大模型提供了一种类似我们人类理解的这种记忆的机制。那么由此可证，是不是说这个上下文理论上来讲啊，它的容量越大，比如说不是20个字、200个字、2万个字，对吧？那么它和我们之间能够形成的记忆的容量也就越大呢？那答案一定是这样，是吧？但是有一个概念我们在这边必须要澄清，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上下文的窗口，并不等于平时我们在用网页的这些 AI 模型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很长的聊天记录啊。那么假设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案例，如果这个上下文窗口的容量就是20个字儿，你再聊超过20个字儿，那对不起，超过这个范围的内容 AI 可就记不住了。也就是说，这个大模型就忘了啊。那么，即便你可能曾经聊过几万个字儿，对不起，大模型唯一能记住的只有你们最近的这20个字儿，所以就特别像金鱼，它只能记住6秒，对吧？但是好在现在整个大模型的这个所谓的上下文窗口已经达到了100万级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量级，甚至可能有比如说128K 啊，甚至200K 等等这样的一个容量的范畴。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单纯是聊文字的话，其实他能记住的内容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跟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得太上头是吧？觉得这个 AI 能够提供巨大的情绪价值啊，恨不得就是要跟 AI 结婚。你看似是一个闹剧，但是其实如果从这个机制上理解的话，上下文去模仿记忆的能力，其实已经大幅提升了 AI 能够提供的情绪价值。哎，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了，100万 token 也不够是吧？那他顶多就能记住我几个月，甚至我1年，那还是不够。有没有可能做到无限的上下文窗口啊，或者说无限的记忆，对不对？那我个人认为理论上当然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它可能实现的方式并不是把这个窗口无限的延展，因为这样子的话，无论是对算力的利用不是最高效的，同时肯定也会影响想象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体验。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100万级别的 token 已经非常大了，将近100万字是吧？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巨大容量的上下文窗口当做是我们和 AI 之间的短期记忆，对吧？那超出这个范围的怎么办？它记不住了吧？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这种成熟的云计算的能力，把它上传到云端。那真正需要调用这种遥远记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刚才上一个章节讲到的那个 RAG 机制，通过外挂数据库的方式，把云端那些遥远的聊天记录，对吧，当做是我们的一个外部数据库，就可以模拟出所谓的长期甚至是永久或者是无限记忆的可能。但其实讲到这儿呢，我想说的是，所谓的记忆概念并不是今天我想讲的重点。那么我刚才说它记忆的这个局限，其实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啊。但是我更想讨论的其实是模拟这种记忆背后的机制，也就是上下文的关联。通过刚才的讲解，大家应该能明白，所谓的文字记忆，说到底无非就是上下文文字的这种向量关联，是通过文本数据之间的上下关系模拟出来的一种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推论，文本数据可以做上下文关联，那么是不是不同类型的数据都可以做关联呢？你比如说，我们的行为数据能不能够被关联？我想一定是可以的，对不对？定位的数据可不可以被关联？然后我们的生理指标的数据，甚至是比如说外部的一些，比如海拔、气压等等等等不同类型的数据，是不是都可以形成广泛意义上的数据的上下文关联？其实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这个答案是确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 AI 能够关联的数据类别越全，原子指标越精细，它能够模拟、逆推甚至是复现出来的记忆可能也就越全面呢？答案肯定是可以的，甚至你可能都不能把它叫做记忆了，对吧？它已经远超了记忆的范畴。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想象空间可能又一下子被打开了。毕竟我们人类大部分的记忆并不是聊天记录和文字，不管你们之间这个聊天窗口能有多大，或者你们的上下文窗口能有多大，它都不能覆盖你全部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记忆更多的是某种感受，你当时听到的某种旋律，甚至是闻过的某一种味道，然后但是这些东西很难被体现在文字的聊天记录里啊。它虽然文字的聊天记录也很有意义但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更多样的数据，形成更加广义的上下文感知，这个对于 AI 的突破其实带来的冲击会更加巨大。那么如果假设 AI 能够把你的行为数据也做上下文关联，并且从中找出规律，那么它就有可能去预测你的下一步行为，甚至推测你的行为动机。你比如说，如果它知道我非常规律的每天早上起来9点钟出门并且一定在上班的路上会买一杯咖啡，这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有规律的上下文数据？但是当他突然有一天发现，好像今天你出门晚了一点，你没时间去买咖啡了，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提前帮你在路上把咖啡点到公司呢？对吧？那再比如说，你平时可能很准时回家，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你回家的时间很晚，这个时候当你再让 AI 去给你播放音乐，它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判断出可能最近你比较辛苦，所以会自动选择相对舒缓的音乐，对吧？当然了，除了这个文字聊天之外人还是很少去记录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维度的精细数据。但是毕竟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海量的数据都在无感知的情况之下被记录着。那么有什么东西是知道你冬天爱滑雪，夏天爱骑自行车，点外卖的时候喜欢吃茶餐厅，
看视频的时候喜欢看防脱秘籍？答案大家都很清楚，是吧？是手机。所以说，我们如果把 AI 和手机这个玩意儿如果要结合在一起，哇，再把刚才所讲到的这种广义的上下文数据的这个关联的概念融合进去，那可以讲它想象的边界几乎是无限拓展的。如果再把刚才我们提到的实时检索的能力，再加上我们下一集要讲到的 Agent 加 MCP 的能力也加进去，我想这个结果是不敢想象的啊。所以在我们整个这个认知 AI 宇宙系列更新完毕之后，我们就开始去探讨 AI 和手机的结合系列。好了，那么我们从聊天机器人的这个记忆的局限切入，展开讲到了现代 AI 技术这种contextual capability 的这种能力，也就是上下文的关联能力。其实恰恰我认为对于这个部分应该反过来理解，就是所谓的聊天中的记忆，它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创造这种现象的底座恰恰是现代 AI 提供的这种上下文数据的混合关联能力。那么 AI 到底是如何做到可以把很多不同的维度的数据都混合在一起进行充分感知的呢？那就进入到了下一个局限，感知局限，也就会带出多模态和向量统一。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点出来了多模态的重点，那就是说想要做到多种数据类型的关联，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得把这些不同的数据在相同的向量空间内进行统一。而这种所谓的处理多种数据的 AI 模型，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多模态的模型。听着可能有点绕啊，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要带入到案例当中去把它简化。那么我们也不用把好几种模态放在一起说，咱们就挑两个最常用的视觉和语言，咱们来举例说明。上一期我们讲到，就是大量的这种文本数据如果被向量化，是吧？我们得出了大语言模型，那它模仿了人类的语言能力，就类似我们的嘴巴啊。那么我们再把图像的这些数据向量化，我们又得到了视觉模型，就像人类的眼睛。但是很多人可能以为到这儿就齐活了，是吧？我们已经具备了两种感知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两个东西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两个工序做出来的，也是两条生产线，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即便我们分别得到了两个结果，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一个只能看不能说，另外一个是只能说不会看的。所以也就是说，没有把眼睛和嘴都装在一个脑袋上，而只有把它们放在了一个脑袋上。并且让它们连通，这个多模态才成立，它们才能够同时以正确的方式去感知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讲，把眼睛和嘴装在一个脑袋上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向量统一因为必须要将背后所代表的视觉向量和文字向量做到非常精准的对齐，并且是在同一个空间之内。看过我们第一期视频的小伙伴们应该比较容易理解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是吧？那么我们反过来讲一讲，如果没有做到底层的这个向量统一，或者是说我们做了，但是对齐的不够精准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你丢给他一张照片这个眼睛看出来了，原来这是梁朝伟忧郁的眼神，是吧？但是一张嘴，这个模型就会告诉你说，其实他只是一个脸朝左的男子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我们叫vector alignment， 就是向量统一和对齐的这个机制做得不够好，或者是压根就没做所带来的。那么当然，如果说不同的厂商之间在向量统一的这个维度上水平不一致，也自然会带来模型输出结果上的巨大差别。所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如果没有做向量统一，或者做得不好就会出现指鹿为马的情况。那么如果做到了向量统一，就能让整个模型做到知行合一。好，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已经应该想到了，是吧？那么是不是讲我把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数据类型放在一起，向量统一的难度就越大呢？一定是的。但是我们也要相反的去想，如果你统一的越多的维度，统一的越准确、越精细，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模型对于世界的感知能力就越强。所以正所谓高风险高收益嘛，是吧？那么在过去没有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见过所谓的没有环境感知的这些设备和机器人都是什么样子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这个酒店里边看过这种送餐机器人，它就是典型的没有环境感知，所以它非常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感受，反正我很讨厌这个送餐机器人。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电梯里边有人还是没人，
他都要在那开始背课文啊，你好，请让一让，我要出去了，谢谢你，等等等等。很多时候电梯门还没开呢，你就能听到这里边他又开始背课文了啊，就感觉特别傻啊。其实这是什么逻辑？就是典型的语音脚本逻辑，跟我们的键盘红啊、这个鼠标红啊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是吧？就是当他这个机器人传感器，发现它离电梯比较近，或者在电梯里边的时候，它达成了某种阈值的触发条件啊，那么它就会开始背课文的这个行为，不管有没有人都背一遍啊。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做没有这个感知能力。当然，你有些人也可以说啊，他能感受到我的电梯的远近，这也能叫感知。行，那我们可以客气一点，把它叫做低感知。OK， 但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视觉和语言的这一种，真正的所谓的感知环境的能力呢，其实在行业当中叫做 VLM， 叫做 Visual Language Model， 也就是所谓的把视觉向量和语言向量统一了之后的一个综合的多模态大模型，它就能够真正的看到环境，也真的就能看到人了。那么如果放在刚才那个所谓的送餐机器人的案例当中，它就可以在该说话的时候说话，不该说话没人的时候，它真的就可以不说话。那么把今天我们之前提到的内容再做一个关联，你就发现，如果这个送餐机器人有 VLM 啊，视觉和语言能力，再结合所谓的实时检索的这种生成的能力，那么它的交互更人性化。你比如说，他电梯门我看到我，他可能就不会简单的说你好，请让一让，他甚至说王先生你好，他就会认识你，对不对？如果再加上上下文的这种关联的数据能力，他第二次再见到你，可能就会问说啊，王先生，你的酒店房间住的怎么样，是吧？当然，我举个例子说明啊，大家方便理解，千万别抬杠啊，理解意思就行，是吧？那么，如果我们把刚才这样一个机制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场景里面，你比如说自动驾驶，在低感知状态之下是什么样子呢？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开过新能源汽车，是吧？你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去行驶的过程当中，你一打转向灯，对吧？然后它就开始变道、超车啊、加速这么一个东西。它本质上是什么？其实它本质上也是一个键盘红，就是说它触发的方式不是通过语音，也不是通过鼠标，是通过你打转向灯这个动作触发的。它跟那个送餐机器人的区别就是它多了一个这个叫做脚本终止的机制，也就是当它变道的时候发现，哎，旁边道有车，这个时候它会自动取消这个脚本的执行。但是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变道、超车这个动作，最关键的对于环境的判断，是这个车子做的吗？其实不是，还是坐在方向盘后边的你那个司机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当然有很多人会说啊，现在其实有一些自动驾驶可能会更高级一些，会自己判断这种所谓的超车的机会。其实本质上来说，如果没有搭载多模态的感知能力，它也就是一个高级的键盘红，也依旧没跑出这个框。所以说，从 L2 到 L3 的自动驾驶升级，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多模态的环境感知能力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技术底座。当然了，我们必须要指出啊，这个 VLM 里边这个 Visual 字面意思是视觉的意思，但其实它包含的不只是摄像头，而是这个车上其他所有的能够帮助这个车辆去感知环境的这些设备。总之，就是要让车子去真正的理解我是谁，我在哪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该怎么办，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感知问题。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做到了这种广义上的视觉和语言的向量统一，它就不仅仅能让车子搞明白它在哪儿，它在干嘛，对吧？还能够让这辆车和车主借助我们所说的大语言模型的能力，去做更加深度和有效的这种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原来我们在车机里边经常会说你好，请帮我开窗，是吧？请帮我调低空调，这种特别机械化的一种对话方式啊。所以那么如果车子要能够在实时运行的过程当中，还要处理大量的这种数据，还要去兼顾行车安全，还要去应对道路上复杂的各种各样的环境，还要满足要及时的响应，对吧？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多模态加精准的向量统一，再加本地化的大算力，应该可以被理解为是未来智能汽车进化的核心公式。但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展开讲了，后续 AI 和汽车的结合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再次的详细探讨。那当然了，不仅仅是在驾驶层面，其实在这个多模态和环境感知能力加持之下，我们人和车的交互也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比如说我特别期待的一个好玩的功能，就是说未来如果车子能够看到周边所有的环境的话，我要遇到不认识的车，我就可以问他
我说，哎，旁边那辆车是什么，对吧？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告诉我说，我去，刚才那辆是个法拉利 SF90是吧？如果他要是做的更仔细一点，甚至能告诉你说，没准刚才那辆车改了哪个品牌的轮毂，是吧？要改了哪个品牌的包围，那可能整个的这个驾驶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好了，今天我们从初代大模型的一些局限性角度去切入，重点讨论到了大模型的几个核心的延展方向，比如说 RAG， 它让 AI 有了一个外挂的大脑，是吧？我们刚才第二个讲到的 Contextual Capability， 让 AI 有了更加广泛的记忆和关联上下文的能力。然后我们又讲到了多模态的向量统一，让 AI 有了多重的感官。那么应该说，刚才这些机制和能力的拓展，很大程度上释放了 AI 在真实世界当中的应用空间。那么我们在这个 AI 认知的科技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也不知不觉从技术的底座点亮了我们的初级应用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刚才重要的局限没有讲到，那就是能力的局限。那就是说，如何用 AI 的大模型去跳脱出这种一问一答的死板框架，让它真正能够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小能手。那我想就是我们下一期要去讨论的内容。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我是王自如，我们下期再见。